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频繁开火之际，又一国介入了这场战争。为什么会帮助巴军？巴军如今的胜率有多大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在当前疫情肆虐的背景下，全球多个地区接连发生军事冲突。亚美尼亚以及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是一个，印度与周边多个国家的冲突也是一个。众所周知，印度国内疫情严重程度并不比美国好多少，在如此危机时刻仍进入多线对峙，明显可以看出该国的野心。近期就在印巴克什米尔地区频繁开火之际，又一个国家介入这场战争，中东一霸土耳其。如果以往该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只是点头之交的话，如今就是生死之交。仅这段时间来说，12月26号至27号，土巴高级军事对话在安卡拉举行，就中东、南亚以及阿富汗的进程交换了意见，确认双方发展两国国防企业之间合作的决心。不仅如此，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还会见了土耳其国防部长、国防工业局局长、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以及土耳其航空航天公司负责人。土巴两国合作越来越密切。此次土耳其介入克什米尔事件，想必也是来为巴基斯坦撑腰的。此前有消息指出，由土耳其所扶持的大量雇佣兵和武装人员正在克什米尔地区集结。传言说，该国准备帮助巴基斯坦搞突然袭击，破坏印度军队的补给线。实际上，土耳其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不足为奇。在克什米尔地区问题上，该国必然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，这是土耳其率先打响抗印的第一枪。当然，土耳其帮助巴基斯坦也有自己的私心，一方面力挺巴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关系，为自己在中亚势力变大奠定基础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印巴的冲突来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帮助巴基斯坦对土耳其而言都是获利的。据悉，当前土耳其在伊德利卜省建立了多个招募雇佣兵的据点，声称只要参加了克什米尔地区战争的人都将获得$2000的奖金，也就是1.4万人民币。此前在纳卡冲突中，土耳其军队正是因为插手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，派出大量雇佣兵，成功帮助阿塞拜疆击退了亚美尼亚。这一次土耳其介入克什米尔地区，对巴基斯坦来说无疑是好消息。该国也希望能像纳卡冲突那样在克什米尔地区赢得胜利。至此，巴军方面扬言土耳其终于来了。雇佣兵的到来能够帮助其重新获得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。传言说，当下克什米尔地区已传出激烈枪声，虽然暂时还未得到证实，但以土耳其的性格，未尝不可能。这次巴基斯坦在有了土耳其的帮助下，或许真的能够像阿塞拜疆一样，在战场上赢得胜利。